嗨，大家好，周五又见面了。最近很多生意上和投资房的事情要处理，但是再忙，答应过小伙伴们开一期好好聊聊如何让自住房为您带来被动收入，及为何自住房买对顺序这么重要。所以再忙也要准时给大家送上干货。好了，时间宝贵，我们直接入主题吧。自住房是很多人最先想到的第一个重要投资，也是许多人一辈子梦想要买的心中家园。毕竟先要安身才能立命，在我们国人的心里，没有一个安稳的小窝，不但安定不下来，更无法专心组织家庭养育小孩。所以许多人一有钱，首先就想到了先买自住房，却没有考虑买自住房还要看时机和投资顺序的。看到这里，很多小伙伴也许会说，前几期视频您不是说了买房要早买，为何还要论顺序？因为如果自住房买对顺序，能为您创造很多被动收入，而不是变成你们最大的债务。因为前几期我们聊到申请银行贷款的时候，其中银行把自住房贷款视为贷款人的最大债务，会影响我们的贷款金额。那么想做多套房投资的小伙伴们，既想买自住房，又怕自住房成为贷款障碍，这个矛盾怎么解呢？下面听我细细道来，大家耐心看到最后。我总是把最好的甜点留在最后。首先，对，买房要早买，这点没有错，但是并不是要买自住房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我们不但想要买一套房，还想买很多套房，所以要做好提前的买房顺序规划，以便弄错顺序，为以后的长远投资增添很多障碍和不必要的麻烦。除非你只是想一辈子买1或者2套房就超知足了，这种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情况。相信很多看我频道的小伙伴们都是想多学习点知识，早日达到财富自由的，所以野心也远远因不止，只想买到1套或2套房子。也许看到这里，小伙伴们心中又会充满疑惑，1、2套房为什么达不到财富自由？那究竟要多少套房、多少钱才能更快达到财富自由？这期因我们时间有限，不能详细展开去回答。和以往一样，我们会专开一期好好教大家究竟怎样计算，需要多少钱才能达到提前退休、提前财务自由的目标。小伙伴们记得抓紧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旁边小铃铛，以免错过。我们频道分享的都是实战投资经验，绝对每次都让您有收获。好了，我们接着聊上面话题。买房确实是要早买，但是买到的房您先不要自己住进去，把它当成自住房。为什么不可以住进去呢？因为这牵扯到银行看待这套房子的态度。别忘了，要做成功投资，特别是重要资产、大项目的投资，我们绝对少不了银行这个金主的支持，最大程度争取到银行的杠杆作用。许多新学习投资的小伙伴们也许都不明白什么是杠杆，或者什么是好的杠杆。不要着急，以后我们都会一一教大家。只要您愿意学习，愿意变有钱，多看我们的频道，随着时间和实践，你一定都能做到最后了如指掌。接着聊你为什么不能马上住进去。因为您一旦住进去了刚买的第1套房子，那它马上就变成了您的自住房。前面在讲什么是好债务，什么是坏债务，那期已经和大家分享过。自住房是您最大的负债，因为您不但从里面得不到被动收入，每个月还要掏一大笔钱往里面还贷款。没看过的小伙伴们可以去我的视频列表搜出来看。所以想象一下，本来开始投资之路就很艰难，现在您又在肩膀上压了那么一大笔债，自住房的贷款，您觉得银行还会愿意给您再多贷款吗？
您这不是给自己长远的投资路添堵吗？既然不能买完就住进去，那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？哦，我不知道，哈哈，开玩笑的，还是不和大家卖关子了，直接上答案。很简单，也就是买完想办法尽快租出去。听到这里不要惊讶，对，就是要买完尽快租出去。很多小伙伴们肯定觉得我疯了，自己这么辛苦挣钱，或者筹借资金才买到的心中家园，却要让别人坐享其成。没错，就是应该这样做，因为您一旦这样操作了，这笔贷款就不再是您的负债，而是变成了您的资产。因为您租出去后有租金，银行可以拿租金来抵减您的债务。如果幸运的情况下，您的租金能够高于您的贷款月供，不但它抵消了您的债务，还能给您带来正现金流。如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，就还有很多这类型的房源。如果大家不懂什么是正现金流，如何计算正现金流，可以留言我，以后我们也会单独聊聊这个话题。来看我频道的小伙伴们，应该都是学习心很重的，因为 YouTube 很多人都是来看娱乐、消磨时间。既然您能选择我们的频道，相信就是和大部分人不一样，要忍常人不能忍，才能得常人不能得。天下没有白掉陷阱的事儿，要比别人早日达到财富自由，就要和大部分人做的事情不一样。所以暂时不要住进第一套房子，相信对有财富心、上进心的您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前面有一期我们聊到了投资的黄金时期，那期为什么告诉大家20到30这个年龄段是最好的时期，也和这期内容有关。因为您想想，这些投资操作是一个人做起来容易，还是拖家带口？您不住进去自己的首套房，继续住在父母家，或者租个小房子先住，要比拖着一大家子来得容易多了吧？而且要是成了家再做这些操作，顾虑和金钱，一大家子花费和一个人花费肯定不是一回事儿，都会成为牵绊。所以如果您是在黄金年龄段看到我们的视频，千万别错过好好思考，好好计划，好好实践。和买房一样，早买您早学，肯定比别人先早占先机。当然啦，如果您错过了这个投资的黄金年龄段，也不要泄气。您现在开始好过没有开始，现在开始还是会比很多人更能达到您的目标。好了，除了上面提到因为您出租了首套房，它变成了您的资产这个好处，更大的好处还在后头。就因为您实施了这一步，您以后投资路会变得轻松太多。因为时间有限，这期我就不详聊了。来日方长，我们可以慢慢教大家，所以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好了，这期就讲到这里了。看到这里，希望我们可爱的小伙伴动动小手给我们点个赞，你们的支持是我们分享下去的最大动力。小伙伴们，下周5不见不散咯，拜拜。